城市的本地大龄未婚女青年是很难脱单的。这样子的女生，你会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怪圈，就是你明明只想找一个各方面跟你差不多的男生，但是这样的男生往往看不上你，大家都在劝你向下走，似乎你的要求是很过分的，但是你只是想找一个平级的男生，怎么就过分了呢？是因为这样的女性，不论是家庭压力还是个人选择，基本上都是会去做一个稳定的工作。在婚恋市场上被形容成为好工作的工作，其实就是适合结婚和养孩子的工作，而不是有助于女性的个人成长的工作。但是男生即便是留在本地的，也是在职场上被寄予更多的期望，社会和男性自身都是认为自己有一个养家糊口的责任的，所以会更加努力的去工作，并且争取更多的机会，在工作当中学习的个人技能啊、见识啊、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等等各方面都是在成长的。那么也就意味着从毕业那天起，女生的个人成长停止了，而男生是不断向前推进的。所以原本能够互相匹配的两个人，在进入社会几年之后，往往是男生看不上女生了，交往过程当中就会觉得有点无聊没劲，你问他为什么不喜欢，他也说不上来。这是因为社会成长已经让你们两个人拉开距离了，他的世界有很多东西是你不了解的，你说出来的话已经让他觉得无法平等的探讨问题了。所以个人魅力上来讲，你就没有办法长期吸引对方，只是表象上看不出来。当你已经清醒过来是这个原因的时候，基本上就被困死了。这个时候绝大部分女生是没有能力换工作和重新开启职业生涯的，手上的资产和你的人脉资源都不会有任何变化，只有极少数能力非常强和运气好的女生才能突破这个困局。所以这就是我之前讲的，女生想要一辈子过得好，真的是要很早清醒。很多人都在反焦虑，我反而觉得应该提早焦虑，就是因为你30来岁才开始焦虑，就什么都改变不了了，你当然就更加焦虑了。如果你20岁就开始焦虑，绝对不会面临今天这个困局的。咱又得唠唠这让人头疼又好笑的相亲事儿了。您瞅瞅现在这风言风语，说啥中国大龄剩女泛滥成灾，后悔没有早点结婚生子。还有更气人的，男士宁愿光棍也不愿意娶大龄剩女，这可把咱剩女们气得够呛，男士们听了也得炸毛。我这当凤姐的听着血压都直往上飙，恨不得揪住说这话的人理论理论。得，咱还是先看看相亲场上的真事儿吧。上个周末，我在咱这城市最有烟火气的老街坊找了个古色古香的茶馆作为相亲据点。那茶馆啊，桌椅都是老榆木的，泛着温润的光，墙上挂着些民国时期的老照片，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茶香。我琢磨着这地儿有韵味，能让大伙儿的心都静下来，好好唠唠，说不定缘分就来了。我这正忙着摆弄茶具呢，姑娘们就陆陆续续登场了。打头阵的是咱这儿出了名的气质御姐沈佳，37岁，在一家广告公司当创意总监，那脑袋瓜里的点子就跟喷泉似的源源不断。手底下一群小年轻都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靠着自己多年的打拼，在市中心有套挑高复式，装修的那叫一个时尚现代，开着辆红色宝马，走到哪儿都是一道亮丽风景线。不过这条件让不少小伙望而生畏，背地里直嘟囔，这气场太强，咱降不住啊。沈佳今儿穿了身米白色的中式旗袍改良连衣裙，面料上绣着精致的淡蓝色小花，修身的剪裁衬得她身材凹凸有致，腰间一条同色系的丝带，系成个漂亮的蝴蝶结，更添几分柔美。脚蹬一双白色小猫跟皮鞋，头发松松的挽在脑后，几缕碎发垂在脸颊两侧，显得风情万种。他手里拿着个小巧的手包，袅袅婷婷地走进茶馆，眼神扫了一圈，挑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从包里掏出一本设计杂志，看似随意地翻着，实则眼角余光时不时瞟向门口，透着几分期待。没一会儿，男方现身了，这小伙叫刘辉，39岁，是个传统的中学语文老师，整天跟古诗词文言文打交道，身上透着股子书卷气，性格温文尔雅，做事一板一眼。他今天穿着件藏青色的中山装，领口的扣子扣得严严实实，下身配着条黑色直筒裤，脚踩一双黑布鞋，手里还拿着把折扇，慢悠悠地走进来，和沈家的时尚优雅形成鲜明反差。刘辉一进门，眼睛就开始搜寻，看到沈家后明显愣了一下，脚步都有点迟缓，估计是被沈家的美貌和气质给镇住了。他稳了稳心神，走上前微微欠身，礼貌地开口：沈小姐，久仰久仰。
我是刘辉，冒昧打扰了。沈家抬起头，见他这副打扮，眼中闪过一丝诧异，随即微笑着回应：刘先生，你好，请坐。我简单介绍了2句，就借口去给他们泡壶好茶，实则躲在一旁，偷偷瞧这场好戏开场。刚坐下，刘辉就开启了他那文绉绉的聊天模式：沈小姐，我听闻你在广告公司任职，想必是极具才情，常与时尚前沿打交道。我却整日沉浸于古人的诗词世界，与你相比，倒显得有些迂腐了。沈家笑着说：刘先生过谦了，您这教书育人，传承文化可是大功德，我还挺羡慕您这一身儒雅气质的。刘辉一听来了兴致，打开折扇，轻轻摇着，开始讲起他给学生讲解古诗词意境的事儿。上次讲李白的《将进酒》，我让学生们闭上眼睛，想象那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磅礴气势，学生们都听得如痴如醉。课后还纷纷写心得，那股子热情让我深感欣慰啊。沈家嘴角挂着笑，耐心地听着，时不时插几句嘴，问些教学的细节。可没聊几句，画风就有点不对了。沈家兴致勃勃地提到自己最近参与的一个国际广告大赛，跟各国的创意精英交流切磋那些新奇的创意、大胆的表现手法，说得眉飞色舞。刘辉一听皱了皱眉头，满脸疑惑：国际广告大赛如此追逐名利，商业气息未免太浓，哪有古人吟诗作对来的纯粹啊？沈家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轻声说：这您就不懂了，这是行业交流，能碰撞出更多灵感火花，为的是创作出更有感染力的作品，和古人追求艺术极致有相通之处。刘辉摇了摇头，我还是觉得如今这社会太浮躁，人心不古啊。这下气氛瞬间冷了下来，沈家低头摆弄着手指，刘辉也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轻咳一声，一脸尴尬。这时候旁边桌一对相亲男女的动静吸引了大家，女方是个活泼的宠物店老板，叫周萌，男方是个严谨的程序员，叫赵宇。周萌笑嘻嘻地说：赵宇，你这成天对着电脑敲代码，生活多枯燥啊，你得来我店里抱抱小动物。立马心情变好，赵宇推了推眼镜，一本正经地说：我这工作得专注，一点差错都不能有，小动物身上有毛，万一影响电脑运行就麻烦了。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像2个斗嘴的小孩，周围人都听得直乐。沈家和刘辉也被逗得哈哈大笑，暂时忘了自己这边的尴尬。沈家笑着对刘辉说：你看这相亲啊，就是把2个世界的人凑一块儿，真不容易。刘辉点头称是：是啊，我本想着今日能与你相谈甚欢，未曾想还是略有隔阂。我那些同事还打趣我说，要是拿不下你，就枉为文人墨客了。我一看，赶紧端着泡好的茶过去，给2人使眼色，尝尝这个，茶香四溢，放松放松心情。可接下来交流还是不太顺畅。沈家聊到自己喜欢健身塑形，每周都要去几次健身房，保持身材不说，还能释放工作压力。刘辉一脸惊讶：去健身房？女子应温婉柔美，如此大汗淋漓，岂不有失仪态？沈家无奈地解释：健身能让身体更健康，精力更充沛，现在大家都很注重养生保健呢。刘辉还是不太理解，嘟囔着：我觉得散步打打太极才是养生之道。再谈到家庭观念，矛盾又冒出来了。刘辉说自己是个传统的人，婚后希望妻子能以家庭为重，相夫教子，把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沈家一听，面露难色，他工作正处于上升期，要是放弃事业回归家庭，多年的努力岂不是白费了？他向往的是夫妻共同进步、相互支持的生活，眼看这场相亲要黄，我心急如焚。突然，茶馆里的老式收音机播放起了一首悠扬的乐剧，我脑子一转，对沈家和刘辉说：要不你们俩去茶馆中间那块空地，跟着哼唱几句，活动活动，别光坐着。2人对视一眼，犹豫片刻，还是站起身走过去。一开始，刘辉那唱腔像念书似的，毫无韵味，还不小心抢了沈家的调，他脸涨得通红，一个劲儿道歉。沈家倒也大方，笑着说：没事，慢慢来，就图个乐子。在音乐声中，2人渐渐放松，
边唱边聊起各自的兴趣爱好，笑声不断，气氛总算缓和了些。一曲唱完，回到座位，又聊了会儿美食、旅游之类的轻松话题，没之前那么生硬了。可没成想，当聊到未来规划时，战火再度燃起。沈家希望婚后能继续在广告界深耕，实现自己的创意理想，说不定还能开一家自己的广告公司。刘辉一听急了，那哪行啊，结了婚就得顾着家，你要是成天忙工作，家庭如何兼顾？男人在外打拼，女人就得守好后方。沈家也提高了声调，凭啥女人就得牺牲自己的事业？我努力这么久，可不是为了放弃一切，回家当全职太太。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声音越来越大，周围茶客纷纷侧目。我赶忙冲过去，把两人拉开，小声劝，都消消气，相亲就是互相磨合，有话好好说。但两人都气鼓鼓的，显然被对方的话戳到了痛处。沈家拿起包，甩下一句：“今天就这样吧，看来咱俩不合适。”说完，踩着高跟鞋快步离开。刘辉望着他的背影，愣了半天，重重地叹了口气，也垂头丧气地走了。这还只是冰山一角呢，您知道吗？这相亲市场啊，剩女越来越多，每次活动，姑娘们打扮得花枝招展，满心期待，可往往等来的是失望。男士们呢，要么被陈旧观念束缚，要么挑花了眼，要么干脆抵触相亲。就说上次那场社区相亲活动，在小区的花园里举办，绿树鲜花环绕，环境宜人。现场姑娘们成群结伴，有温柔可人的护士，有才思敏捷的编辑，还有干练洒脱的女经理。可男士呢，稀稀拉拉没几个，还大多是被家长押送来的，一脸不情愿，跟要上战场似的。有个姑娘叫许晴，是个旅行社导游，29岁，长得甜美可爱，性格也开朗。为了那次相亲，她专门去学了茶艺，买了身清新的碎花裙，还准备了各地的旅游明信片，打算给男方分享旅途中的趣事。她在相亲会上看中一个做公务员的小伙，热情地上去打招呼。小伙一开始还挺礼貌，可没聊几句就借口有事儿匆匆走了。许晴站在那儿，眼眶一下子红了，满心的委屈。还有个叫林月的姑娘，34岁，是个心理咨询师，眼光颇高。她对相亲对象要求得有内涵，还得有稳定的情绪和良好的沟通能力。可符合她要求的男士，要么已经成家，要么对她不感兴趣。她每次相亲回来都跟我抱怨，凤姐，这找个合适的咋比登天还难啊？我是不是注定要孤独终老了？反观男士这边，像张伟，一个搞科研的博士，快40了还单着。他整天泡在实验室里，社交圈子窄得可怜，好不容易被朋友拉来相亲，面对姑娘的热情，他紧张的话都说不利索，没几句就把天聊死了，把姑娘气得直翻白眼。还有王强，自己开家小饭馆，忙得晕头转向，对相亲完全不上心。他妈每次打电话催他相亲，他都敷衍几句，去了也是心不在焉，瞅两眼就说不合适，把女方晾在那儿，气得姑娘们直跺脚。这相亲市场啊，简直就是个大染缸，男女双方各有各的无奈，各有各的坚持。剩女们不是挑3拣4，她们是在等那个能与她们灵魂契合、相互欣赏的人。剩男们也不是不想成家，有的是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有的是不懂恋爱的诀窍。日子一天天过去，年龄越来越大，家里催得越来越急，他们心里的焦虑就像气球一样，越吹越大。剩女们害怕岁月流逝，剩男们担忧孤独终老。咱红娘夹在中间，里外不是人。一方面想帮姑娘们找到幸福归宿，一方面又得开导男士们，让他们多花心思在感情上。就像沈家和刘辉相亲后，我给沈家打电话，他在电话那头带着哭腔说，凤姐，我是不是真的太理想化了？我就想找个既能理解我又能支持我事业的人，咋就这么难呢？我只能安慰他，姑娘别灰心，缘分说不定哪天就来敲门了，咱多出去走走，多认识些人。给刘辉打电话时，他也是唉声叹气，凤姐，我感觉我和这些姑娘们不在一个频道，我就想找个能跟我踏实过日子，遵循传统的，咋就这么费劲呢？我是不是真得改改自己的想法啊？我劝他，你也别愁，
以后相亲前多了解了解姑娘们的喜好，别一张嘴就说错话。这大龄剩女剩男的相亲难题，啥时候才能破解呢？我这当红娘的，天天盼着能多促成几对，让这些优秀的单身男女都能找到温暖港湾。